舅舅，今天我们吃什么呀？大家好，端午节又到了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叉烧果粽。这是舅舅为今年端午节编写的新食谱，做法简易又特别美味。在近期大家都很忙的情况下，都可以抽出时间，试着做一点，让家人试试，一家人一起过个安康端午节。是的，马铃薯2个，重300克，去皮后切成薄片，大火蒸20分钟。接着处理内馅部分，叉烧300克，切成颗粒状，这是制作叉烧时余留在锅底的酱汁。炉开中低火，倒入食用油1大匙，洋葱1个100克重，切成小块。油热后倒入锅内炒香。接着再加入半小时黑胡椒粉，继续炒香。炒香后，将预先备好的叉烧加进来，一起拌炒均匀。今天这叉烧是舅母自制的，大家也可以跟着视频做做看。椰糖叉烧视频舅舅放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供大家参考参考。做法简易，当成一般日常家用菜肴也不错。有些网友试过了，也表示喜欢。炒香炒匀后，再加入适量叉烧酱。如果叉烧是烧腊店买的，记得向店家索取一点这叉烧酱。炒匀后试味，然后再随着个人口味，适量加点盐。舅舅这里加了半小匙。1大匙玉米淀粉里加2大匙清水，拌匀。倒入锅内叉烧，让整体变得比较稠一点，不那么松散。拌炒均匀后，盛入料理碗内，待凉备用。接着回来制作糕皮部分，这是大火蒸了20分钟后的马铃薯，趁热捣成泥状。料理盆内倒入糯米粉400克，细砂糖40克，让糕皮有点底味。再将马铃薯泥加进来，稍作拌匀。备好清水250毫升，分次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，直到水完全加完为止。不同牌子的糯米粉吸水量不同，舅舅这水量仅供大家参考，一般相差也不会太远。只是自己还需要稍稍拿捏。拌至盆内无干粉状态后，这时候就可以改用手和匀了。煎中再加入食用植物油2大匙，选用植物油，主要是味道比较清淡。接着再将油揉进面团内。和匀后的面团就像视频中这状态，柔软不粘手。完成后的面团共1公斤重，匀分成小剂，每小剂50克，刚好可以完成20个。盘里涂上薄油防粘。竹叶20片，用温水泡1夜，再用热水煮10分钟，杀菌软化，清洗干净，去除表面泥垢及液晶，沥干备用。取1小剂面团揉匀。用拇指在面剂正中按个深穴，按出个小碗状。接着再勺入适量内馅，用虎口将糕皮收拢密封。
按出内部空气，接着再搓圆，一个生坯就完成了。完成后的生坯必须用湿巾盖好，保湿。取一片粽叶，折成漏斗状，取出一个生坯，在表面滚上一层油，完成后的成品才不会粘液。接着将生坯放入竹叶内，折好粽叶口，包紧。用麻绳绑好，避免松开。这样一个叉烧果粽生坯就完成了。如果您想给亲戚朋友送礼，建议您可以用草绳绑成一串，每串8到10个，这样送礼就很大方了。一串串的，美观又实惠，收礼的人也会开心。将绑好的生坯全部放蒸格内，水煮开后放入蒸格，盖好，中低火蒸25分钟，煎中开盖散热1到2次，避免生坯太热裂开。抹干锅盖内部水蒸气，继续蒸熟。蒸熟后的叉烧果粽放在底部架空的架子上待凉。这是搁置了1个晚上后的果粽，拆开一个给大家看看。成品外表不油腻，内部不粘液，果皮还是熟悉的软糯，轻轻一拉就断。但这次里头不是豆沙，是叉烧，真的很有惊喜。咬下去那一瞬间，外皮糯到恰到好处，内馅叉烧却是纤维分明，微微焦香，那种口感是甜粽吃不到的立体感。原来果粽也能咸香中带故事，好好吃。对，成品常温下放1天，冷藏可以3到4天，冷冻可以2到3周，食用前蒸热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！来，椰糖叉烧不需烧烤，健康又美味。大家快做起来！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，椰糖叉烧大家别错过了。五花肉1公斤，喜欢肥或瘦一点，告诉猪肉商贩，让他按照您的要求处理，然后清洗干净后，再用纸巾抹干。料理盆倒入20克绍兴花雕酒，30克生抽，20克老抽，60克蚝油。今天这食谱舅舅改用克计算，就希望口味上大家可以更精准，将全部调味料一起拌匀。这椰糖叉烧食谱舅舅已经做了很多次了，口味真的很不错，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调整。将备好五花肉放入调味料内，再用手抓匀。五花肉经这手抓环节后，会变得比较软嫩，就像处理肉末打水道里一样。手抓个约5分钟后，盆底没什么调味料了，调味料几乎全部都被肉吸收了，可以就这样裹上一张保鲜纸，放入冰箱冷藏腌制最少5小时。那如果您喜欢腌制上1个晚上，那就建议您改用个较小器皿，这样才不会占冰箱太多空间。腌1个晚上会比较入味是吗？那是肯定的，将盆底余留下的一点调味料都刮干净，这样才不会走味。好了，就这样放入冰箱，
冷藏1个晚上。这是冷藏了1个晚上的五花肉，再稍微拌一拌，让腌制了1晚上的肉块再次均匀裹上调味料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将肉块煎一煎，炉开文火，不粘锅，倒点油，再将肉块放入，煎至两面微焦。炉全程保持文火，此阶段只要求肉块预热定型，所以表面只要一点微焦即可。至于肉块内部熟不熟都没关系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环节需处理。在油煎过程中，尽量多将肉块移位推动，多翻几次面，这样肉块才会受热均匀，色泽才会均匀美观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起锅了。用张厨房纸巾将不粘锅抹干净，再倒点油，将剩下的肉块以相同步骤油煎至全部完成。油煎好了，搁置一旁备用。椰糖200克，先击碎，再倒入电饭锅内，方便将椰糖煮化开。接着再加入300毫升左右清水。拌一拌，再将2大颗清理后的蒜头加入，这2颗蒜头共重100克。饭锅盖好，再按煮饭键，不过几分钟功夫，椰糖就融化了。这时候再将油煎后的肉块一一放入。用电饭锅做叉烧真的很省事，不需要特别关注火候，特别轻松。将盘底肉块冷却后排出的调味汁全部倒入，再倒适量清水。加入的清水只需没过肉块就好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继续用煮饭键煮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打开锅盖，将肉块逐一翻面。这时候锅里头的水分还是很多的。盖上锅盖，继续多煮15分钟。时间到，将肉块再次翻面，前后煮了30分钟，锅里水分明显变少了。这时候只需将锅盖虚盖就好。这阶段需要稍微关注锅里水分。煮了15分钟后，用只筷子戳一戳肉块，筷子可以戳穿，说明肉熟透了。全程用煮饭键煮约45分钟，趁热将煮熟的叉烧肉取出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超香的。完成后的叉烧待凉后再享用。这是取出叉烧后锅里余下的酱汁，有点粘稠，属正常。用个干净器皿盛起，切点脆瓜摆盘。冷却后的叉烧切片，想吃多少就切多少。今天饭是叉烧自由了，哈哈，算是依着你了。来来来，大家来看看，完成后的叉烧是多么的软嫩。真的叫我垂涎三尺，真的太想吃了啦！好了，马上可以开吃了。哎呦喂，都说叉烧自由了，您就大方多切一点吧。放心吧，这肯定不是问题。叉烧自己做，经济实惠，你就尽量享用吧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谢主隆恩。享用前，在成品上再淋点酱汁，更是锦上添花了。今天这椰糖叉烧做法简易，不用烧，不用烤，与烧腊店里头卖的口味上可以做比较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就试试看吧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，相信嘟嘟。谢谢。剩下的酱汁放入冰箱冷藏，改天再用。剩余的叉烧可以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热一热，或者做成其他料理也一样很美味。舅舅，嘟嘟最爱吃您做的叉烧包了，请给我做一点吧。那肯定不是问题，反正舅舅的叉烧包做法也很简易，
就不知道你视频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吗？各位叔叔阿姨，舅舅的叉烧包超好吃的，请大家留言说喜欢，嘟嘟就有叉烧包吃了。谢谢大家，爱你们哟。